全世界外交官的专业媒体，外交简报，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中国驻乌克兰特使将启动欧洲之行。多伦多星报，中国前驻莫斯科大使李辉已准备作为特使访问冲突国家乌克兰和俄罗斯。然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鉴于两国都不愿意停止战斗，这一行动带来和平协定的希望渺茫。此举使中国有能力保持其作为全球外交力量的地位，并将欧洲盟友与美国分开。中国对俄罗斯的政治支援在2月份被驳回的乌克兰危机和平计划中显而易见。习近平的台湾野心威胁着中国的崛起。金融时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存在缺陷，吉迪恩·拉赫曼 Gideon Rachman 在金融时报上说，习近平放弃了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哲学，而是决定与国际竞争对手对抗。拉赫曼认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误读了美国的意图，夸大了该国构成的威胁，并错误地估计了对抗的风险。虽然他可能认为成功吞并台湾将确保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但第3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制裁的代价将太严重。美国报告指责中国监禁多达1万人。南华早报，美国政府估计，由于中国镇压宗教团体的运动，多达1万人被判入狱。据说北京正在寻求将所有神学活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提供了这一估计，数位从数千人到数千人不等。关于中国的部分引用了习近平主席的说法，即中国的宗教必须是中国的，特别是对被归类为邪教的团体的镇压，包括全能神教会和法轮功。什么战争？台湾居民在我最近访问时幸福地否认。英国每日电讯，虽然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上升，但台北的生活仍然平静，面对潜在的入侵，日常生活继续不间断。由于担心成为继乌克兰之后的下一个入侵战场，台湾加强了国民服役，首次向女性开放，并提供民防培训课程。中国继续以侵略姿态在台湾周围派遣军舰，旨在维护其对这片自治领土的权威。尽管如此，当地人仍然不为所动，而是专注于该国的半导体产业、卫生系统、公共服务和世界知名的美食。为什么日本不以令韩国满意的方式道歉？外交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1910年至1945年朝鲜殖民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们表示同情，但被批评为缺乏具体细节，未能直接解决韩国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国内政治限制了岸田对韩国的提议，因为他党内的保守派认为道歉是不必要的，是对历史的歪曲。此外，日本民众普遍感到道歉疲劳，这表明这种情绪很可能是岸田在韩国发表声明的一个制约因素。岸田对韩国的外交姿态仍然微妙，他需要表现出勇气，消除道歉中的委婉说法。苏丹战斗1个月过去了，看不到解决方案的前景。半岛电视台，苏丹的死亡人数已超过700人，据信有近100万人逃离该国。领导苏丹军队核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的2名将军宣布，他们同意允许援助进入受影响地区并保护平民。然而，正如该国平民所证实的那样，局势继续恶化。西方大使馆已被疏散，留下了申请签证的苏丹公民的护照，使他们面临暴力和人道主义状况恶化的风险。特鲁多前往韩国 G7 峰会时，全球经济安全是重中之重。多伦多星报，在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首次正式访问韩国并出席在日本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期间，全球安全威胁、经济不确定性和气候变化将成为讨论的焦点。将审查对北韩核武器计划地区紧张局势的担忧，以及区域经济问题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此外，清洁经济转型将成为韩国和加拿大总理之间谈判的焦点，他们预计在清洁燃料和关键矿物方面会有更大的业务联系。前温尼伯计程车司机是苏丹致命冲突中将军的政治顾问。加拿大 CBC， 49岁的 Yousef Ibrahim Ismail 在告诉 CBC 他正在担任快速支援部队 RSF 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将军的政治顾问后，在苏丹的致命权力争斗中引起了温尼伯苏丹社区的关注。
在曼尼托巴省学习的前计程车司机和加拿大公民伊斯梅尔说，他在苏丹是因为他对正义、民主的信仰以及与无国界记者组织领导人的长期友谊。此举使加拿大苏丹社区的成员质疑伊斯梅尔在长达1个月的冲突中与交战派别之一的牵连。这场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受伤和流离失所。中俄应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路透社，中国总理李强在厄立垂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访问北京期间，呼吁中国和厄立垂亚通过互利双赢合作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厄立垂亚在红海的位置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兴趣，因为它北部通往苏伊士运河和欧洲，东南部通往阿拉伯湾和印度洋。中国于2017年在与厄立垂亚接壤的吉布的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乌克兰在敲北约的门。外交政策。乌克兰何时加入北约的问题已成为美国和欧洲领导人以及乌克兰本身的紧迫问题。基辅认为北约是其从俄罗斯转向西方的核心。然而，据报道，北约内的一些国家，包括德国和美国，拒绝为乌克兰立即加入欧盟设定具体的时程表，尽管正式地所有31个北约成员国都公开同意将乌克兰纳入联盟。延迟正在成为北约内部紧张局势的根源，并引发了各种争端。东欧盟国对缺乏行动表示怀疑。即使北约领导人为乌克兰的成员资格开绿灯，接纳新成员也需要所有北约成员国立法机构的一致批准。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壮举，在31个国家中承担。领导人担心乌克兰的成员资格被视为挑衅，这可能会升级与俄罗斯开战的风险。俄罗斯仍然坚决反对北约扩张。从加沙战斗中恢复过来，巴勒斯坦人纪念1948年浩劫。路透社，联合国将纪念浩劫日，这是今年首次纪念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上星期，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5天空袭造成重大破坏，使该地区数百人流离失所。该地区是特别多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家园。目前约有560万巴勒斯坦人被归类为难民，居住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为结束冲突而进行的谈判早已停滞不前。我们步行逃离。美国的巴勒斯坦人回忆起 Nakba 被剥夺。半岛电视台。1948年的浩劫事件即随着以色列的建立，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和土地的灾难，今天继续造成深刻的创伤和剥夺。对于仍然生活在家园之外的60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来说，其中许多人居住在该地区58个联合国认可的难民营中，返回巴勒斯坦往往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莱拉·吉里斯 （Leila Giris） 小时候离开了他的巴勒斯坦村庄安卡里姆 （An Karim） 到洛杉矶生活。他认为，最近美国居民之间理解和同情心的增加可能有助于解决正在进行的冲突。Nakba 被视为巴勒斯坦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被迫外流导致巴勒斯坦社会的分裂一直持续到今天。谢谢收看外交简报。